这就是刚刚出的 iPhone 17e，而我将把它带到 OPPO 发布会上，不是用来对比，而是用来证明它的能力足够强大，强大到可以让我忽略掉网上关于它的负面评价。我好像已经可以听到有些人的键盘开始敲了哦，这都26年了，它用的居然还是60赫兹的屏幕，还留着其他手机几年前就淘汰掉的刘海。你到底凭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好手机？好了啦，接下来就告诉大家嘛，我们开始吧。iPhone 17e 它的背面只有一个摄像头，4800万像素的融合式传感器，它可以拍摄效果非常好的 4K 视频，以及最高60帧的杜比世界视频。我平时去发布会的时候都会带一个运动相机，但这一次我直接把我的运动相机给卖掉了，然后替换成了 iPhone 17e。虽然它没有那么小巧，主要作用的领域也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却觉得 iPhone 17e 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代替品。使用 iPhone 17e 拍摄的视频非常稳定，手持拍摄的时候那些抖动在视频中完全看不到。iPhone 17e 跟运动相机差不多的防抖效果，更好的传感器，更好的续航，内置 256GB 机身存储。那只需要把购买运动相机的钱加上10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iPhone 17e，那我看着觉得挺划算的呀，不是吗？苹果在这一领域的相机性能仍然是王者，很难想象这个价位的手机能有这样子的视频质量。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 iPhone 17e 最大的卖点之一。它的照片拍出来锐利，色彩准确，而且有很好的自然景深效果，画质基本上和 iPhone 17的主摄差不多。在 iPhone 17e 上，你还可以用上一些新的软件功能，比如新一代的人像模式，支持焦点和景深控制。虽然这一些我都不太感兴趣就是了。价格方面是我选择这一款手机最重要的方面之一。在其他手机厂商今年都涨价的情况下，苹果将 iPhone 17e 的价格保持不变的同时，其实存储容量现在还变成了 256GB， 加上目前国内还有国家补贴，那价格我觉得是便宜的了吧。这个价格可以用到苹果最新的 A19 移动处理器，这是一颗性能极强的芯片，同时也用在旗舰机型 iPhone 17上。虽然 iPhone 17e 用的是略微降频的版本，而且少了一个 GPU 核心，但它仍然是一颗非常强大的处理器。即使 iOS 26操作系统对于性能的要求更高了，但是在上面操作依然非常的流畅，没有任何的卡顿。应用可以在后台长时间保持打开状态，而且不影响我正在使用的应用。甚至玩对游戏性能很高的游戏也非常流畅，沉浸感十足。苹果还提升了 iPhone 17e 的电池续航，现在号称视频最长可以播放高达30个小时，而去年的版本是26个小时。同时，它也修复了 16E 上面最令人费解的缺失功能，也就是说 iPhone 17e 现在完全支持 MagSafe。另一个关于17e 的改进，你用眼睛是很难看到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，那就是它的屏幕使用了新一代的超瓷晶面板。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，但是苹果的第2代超瓷晶面板在看刮方面比第1代要强许多。我使用过的手机几乎都没有贴膜，因为我觉得贴上膜之后手感差太多了，我不喜欢。那这一次的 iPhone 17e 当然也就没有贴膜，使用期间屏幕上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细微的划痕。考虑到我平时使用手机也不算特别爱惜，这效果已经非常好了。我很好奇下一次回收发到二手商家手里的时候，他们还会不会说哎呦这手机有划痕而被到手刀呢？说到屏幕， iPhone 17e 仍然配备了一块 6.1 英寸的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，分辨率为 2532×1170， 它仍然被限制在60赫兹的刷新率，顶部也保留着刘海。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，不就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吗？毕竟这个价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妥协也没那么糟糕吧。我的电脑显示屏也是60赫兹，更追求色准的我，并没有觉得这屏幕就用不下去了。iPhone 17e 的屏幕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感受。如果非要说不爽的地方，那倒是有一点，比如很难不注意到这屏幕的边框有一点宽了。但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啦，我也很想知道大家怎么想的。大家对于 iPhone 17e 是什么看法？你觉得它是一次重大的升级吗？觉得它值不值得购买？我很好奇大家的想法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跟大家一起探讨吧。